但你当时和那个 TVB 是闹得那么僵，是什么原因呢？是你的个性问题呢，还是你就觉得？没有，当然了，每一家公司都想长一点。对，续约啊，各个方面。对，我在公司已经那时候 TVB 已经10几年了。是，我真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如何的。是，你是哪年到北京飘来的？96、97，那还好。对，那你够早的。早，很早了。对，那你可能属于港台演员第一波到内地来发展。我也不敢说是第一波，我当第一天晚上到了北京，然后做完造型，马上开拍，第一个镜头，然后呢就这样子开始了，然后在片场完全听不懂，大家说什么听不懂，是吧？哇，完全，好像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哈。对，我只听得懂张卫健3个字张卫健有你了。有你了，大概都猜到了，听到张卫健就知道起来了，过去了那样。盲听盲演，对演员跟你对戏都不知道说什么，就凭着看着剧本 ，OK， 他可能说这句话就可以演了啊。演员的本能。根据你的经验来讲，你觉得香港的演员的环境、艺员生存环境和内地的演员的艺人的生存环境有什么不同？我觉得在内地的机会会比较多，因为毕竟那么大，那么多电视台，市场大，对，电视台多，对，制作人多，机会就自然会多。是的，香港就一个小地方，电视台不多，对，导演不多，编剧不多，所以一旦你踏入了这个圈子，这个人爱迟到的，这个人记台词很慢的，哎呀，不行的，尽量别用了，别用这个人，这个小子不错的对，很能打，口碑决定了这个人的市场，马上就知道了，因为圈子太小了。也可能是因为圈子小所以每一个有机会的演员也好，歌手也好，都很珍惜。其实我特想跟镜头前面的年轻朋友们讲就是前半生，张卫健哥哥是很多年轻人的童年的追忆。那他后半生也许还会成为你们的成长的标杆。喜欢舞台的人再累，还是一到了台上就是肾上腺素就来了。这次来追光，你跟张倩聊过这个事儿吗？你说我参加综艺节目，有聊，但是他一般不会太过于详细跟我聊工作的事的，是吧？没说的，卫健见到金姐少说话啊，金姐嘴很毒的啊。他说你这个应该跟金姐挺能聊的，但是你自己看着点吧，别那么肤浅，哪玩意儿这样子，你这个队长对你的队员满意吗？满意啊，自己选的是吧？我真的不是说客套话，而是我觉得我们5个人呢，就是组成了一个组件，就好像你一台车，你少一个轮子都不行。对呀，韩宇跳得很好，杨宗纬的那歌也很厉害，完你在综合方面表演各个方面，你又能给他们很多的帮忙。完了那个 rap 也有，对吧？刘野最年轻的心态都有，就是唱跳，对唱跳，你们色彩很丰富的，但你会辛苦一点点啊。你别跟个太上老君是坐着，你也得动起来啊。会动起来的，对吧？会动起来的。但你最开始是个歌手对呀，起点很高的。如果那年梅艳芳不压着你，你不就冠军了吗？没有，他是前辈不是同一届的，不同一届。第一届是梅艳芳第2届是吕方第3届的是我，对，不小心给错了一个，没第1名给我。当时香港谁最红唱？陈百强陈百强那个年代。那时候刘德华他们还没出来。刘德华那个正在4大天王还没形成的吧？没还没有形成呢。对，他们在你之后了。没。对，张国荣、谭咏麟那时候都出来了，对吧？对。张国荣啦，梅艳芳啦，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是。然后梅艳芳其实也很疼我，我甚至我人生的第1张唱片有机会终于可以发专辑了那时候有几家唱片公司问我有没有兴趣合作，我就不知道选哪一家。然后我记得那一天他在邵氏电影公司，对，他在化妆，我就蹦跑过去，就问他，然后我就这样蹲在他旁边他就这样化妆，没钱。
问个什么问题？我不知道签哪一家公司。然后他就说有没有歌给你听啊？他们，我说有啊。然后你喜欢不？我喜欢。但是有2家都有帮我找好主打歌。对，我都喜欢。好，3家有2家帮你找好主打歌，就那2家里面选一家。选一下了哟，对呀。然后他就帮我选了华纳唱片，那就去华纳，对呀，然后就发了真真假假啊，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唱歌。但是后来没想到，就是东边不亮西边亮，唱歌，最后演戏夸出来了哈。确实的，我的影视作品远远比我的音乐作品要多啊，流行度更高。对，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我是完全重叠的。对。歌手身份跟演员身份是重叠的很严重。对，然后那一阵子呢，有一位前辈跟我说，你要么选一条路走，要么当歌手，要么当演员，对，你看张学友，是不是？张学友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有演戏啊。对。后来呢，他是不是专心唱歌啊？对。周润发是不是啊？对。他有没有唱歌啊？对。后来就专门演戏了。那我说呢？我不知道怎么选呢。那老天爷给你帮你选了。当你犹豫的时候，老天帮你选。只要你努力到了，这次你觉得再来这个追光吧，你最想达到什么样一个结果呢？我就说了，就是在前面的时间，我影视剧的作品远比舞台或者是音乐的作品多，所以我想在后面这段时间呢，可以多一点音乐的。多一点舞台的来了，这个是追光，这个舞台就给你了，所以我来了，所以我答应了。在内地的很多的小朋友们看到你的戏长大的，这句话不会把你说的很老，但确实不会，对，我们有个 VCR， 我看一下，咱们看看 VCR 啊，这个是孙悟孙悟空。我进去偷东西吃，他也进去偷。哎呦，你有头发和没头发两个样，但眼睛还是你眼睛，人的眼睛是不会变的。蟑螂怎么与你斗我？哇！我很怕看自己，为什么呢？我从来都不怎么喜欢看自己，不看自己演过的东西。是吧？演完就扔了，就忘记了洗掉。那你个头又不高，又喜欢剃个光头，那在影视圈里怎么能够与众不同出路？是什么原因呢？自己总结没总结？如果我自己总结，是幸运呢，还是有自己的法宝呢？秘密武器呢？什么原因？不放弃，坚持。因为如果我要放弃，可能早就放弃了。太多次机会、理由、时间点，可以让我该离开了。这里不是轮不到我玩的地方。那但是我一直都因为我很热爱演戏，很热爱唱歌，喜欢舞台，喜欢镜头，那所以呢就没离开。本来是有机会离开的。什么叫有机会离开呢？是有更好的事情要发生，不跟演艺圈完全没关系。就是有一部戏，有一个制作人，就 TVB 里面的，对呀，就打电话给我，就说魏健，这一次不得了，今年 TVB 的年度大戏有你。我说是吗？什么戏啊？书剑恩仇录，今年最大的一部戏。对了，几集啊？多少集？40集。我说那我有多少集啊？你有40集，好事啊，那还得了？对呀。然后他说你赶紧回来，拿剧本吧。然后我在家里已经在想了，书剑恩仇录40集的戏，40集都有我，那我还不是男一号？对呀。那我就开始已经在那边对着镜子，那种找感觉了，开始。你好，我是红花会总舵主陈家乐。谁知道回去一拿剧本一看，4集真的是陈家乐后面的书童。所以我40集都有。对，他在哪儿你在哪儿，
他在哪儿，我在哪儿，对，一直帮陈家乐抱着他那把剑。剑的人啊，来，少爷，剑。哎呀，这一回人也不知道想怎么样，老是跟着我们。小少爷，哎呀，是你才能忍受他们。哎呀，救命啊，小少爷！哇，然后制作人说，3个月之后开机，你好好的去学一下骑马吧。我们已经帮你报了20堂课，骑马，学骑马。因为呢，到时候拍的时候，你有很多送快递的戏。当天你就是快递小哥。对，就帮陈家乐送信啊什么的，你赶紧去学习。说啊，快递是由你引起来的。哦，没有，快递是由张卫健给带起来这个行业。那我就去上课了吗？一上马，然后就学5分钟。那个老师就说有天赋 ，OK 吧？要不要跑跑看？行啊，怕啥的呀？对呀，跑，猛跑，胆儿大。然后大概15分钟、20分钟左右就 OK 了。喂 ，OK 了，你再去拍戏而已。对，你不知要干嘛？对，OK 了。那不如这样吧，我教你一些其他的，好玩一点的吧。对，你下来。对。然后不用踩那个马鞍，直接跳上去。对，直接拉着它一翻一摇，对，人就上去了。对，你试试看，他示范一次，然后我马上就 OK 了。我说哇，来下来，马鞍拿掉，还是协调，没有马鞍，没有马鞍的，对。然后他说，你敢不敢试试看？没有马鞍的，对呀，试试看喽。对呀。然后马上就 OK 了，然后说哎呦得了，他说早2年你让我碰到你，我马上把你带到去香港赛马会去了，当职业骑手了。骑手，对，我说不要，我说现在我随时跟你走啊。现在可以去，但你要是做专业骑手的话，你的个子算高的。然后他说晚了，现在晚了，马晚了，因为你太高大威猛，对，太高了，太重了。我说我听到他说你太高大威猛，我真的觉得这个专业骑手、赛马骑手1.6米几，对，很瘦很小的，不超过100斤的。但是你明白马跑才快呢。你明白我的心情吗，金姐？你明白我的心情？是，你差一点点。我在戏剧那个领域里面，所有的导演就说没戏了。你不够高大威猛。现在。在一个难得啊，我有这个天分。赛马行业你高大威猛，你说我太过高大威猛，我真的想问天哪，你到底想我怎样啊？对。然后就没有机会去赛马了。好吧，那就继续演《书剑恩仇录》那个书童了。书童，然后就这样子一直演，后来就有机会。那也是个很好的经历，很好。还那句话。他能走到今天就是坚持。我也经常跟很多朋友们分享一句话，我经常在说，我说的坚持是一辈子的事情，放弃就是一句话的事情，是就这么点事情。放弃了什么都不用。对，放弃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希望魏健在这个舞台上玩得开心，给我们看到那个舞台人、那个艺人在舞台上发光。找我有啥事儿？聊啥 ？OK。你跟张倩我老婆认识很久了，很久啊，小美女啊，甚至于她还没认识我就认识我了，已经认识静姐了。她长得干干净净的，但你们俩很像哦，是吗？你们俩很像。当时后来跟别人说的，张倩嫁给谁？他说张卫健。我说啊，张卫健去香港那个演员吗？他对呀。然后我第一个反应我说像。他说什么意思？什么叫像啊？我说的，因为张倩的眼睛和你的眼睛很像，你们俩都很像哦。最起码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嘛。走进去了。就想问静姐，你会不会觉得她嫁错人呢？我没有觉得，我经常在别人节目当中我说，当你对一个女孩子就判断她将来什么样的话，你就看她找什么样的男人。所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我当张倩找给你的时候，我觉得就 OK， 她有自己的判断。但后来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听到你们俩的婚姻故事以后，我觉得她的选择是对的。经历了很多哈，经历很多。我就在想，我说的魏健，你和
张倩认识的时候，你的事业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张倩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女艺人。当时你喜欢的她那一点是什么？坦白说，我跟她呢就不是一见钟情。就有一天在片场，因为我们是同一个戏啊，对啊，在一片对。然后呢，我在等打光的时候，她就一边哼着歌一边经过我。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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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陈美。我说哎，你很喜欢这首歌吗？然后她说没有啊，我很讨厌这首歌。你知不知道这首歌是谁的？他说不知道。我说这首歌是我的。我说哦，是吗？哦，那我以后不唱了。那就这样，我就觉得哦，这个女孩挺有个性的，挺有个性的。哎，让我小猫爪子挠上了哈。你的歌怎么着了？我不会拍你的马屁的，挠。那么有个性。那时候她才24岁，23、24岁哈，差不多那个时候，所以女孩子还是有个性，能抓住男孩子。因为在这个圈里边，漂亮女孩多了，女孩光漂亮是3天的事儿。我在跟倩倩谈恋爱之后，我有一段日子才跟她说，我爱你。轻易不要说是我爱你这个3个字。是的，对，所以我很隆而重之。对的那天晚上就谈恋爱了，不知道几年之后，就跟她说我爱你，情感到了。然后她也没有太大的反应。然后我说你知不知道我说这3个字是很严重的事？对呀，我要讲我爱你，我要负上很大的责任。对。他说哦，是吗？那时候他在香港是吧？我们在拍戏，在拍戏的时候是吧？你是在拍戏那时候跟他说的我爱你是吧？那时候已经认识很多年了。对，你比他大多少岁来着？9岁。9岁还好，还好，9岁不算大。OK， 因为我是一个晚熟的男人。在情感方面吗？还是在事业方面？如果是家庭的关系呢，会让我在责任这2个字上面，对我很早熟。10几岁就承担家庭责任哈。对。除了这方面以外，还有就是艺术表演以外的所有事儿，对我都很晚熟。然后特别是在情感方面，那是因为什么怕呢？怕情感受到伤害呢，还是不敢触碰呢？可能因为我看到我爸爸和我妈妈的那个婚姻不是很完美。怎么讲？离婚了对分开了那时候我离婚的家庭很多呀。因为我十几岁嘛然后就是很记得那天晚上爸爸离开的时候那个情景因为从小他都是船员，1年才回家3个月。那而且那时候他也特别喜欢就是很凶打那样子。他不知道怎么跟孩子交流那所以到他离开的时候呢我们的情感并没有很深厚跟爸爸但是我说他离开的那个晚上，我的印象很深刻是我妈妈的反应，我印象很深刻。什么反应？痛苦的反应痛苦、无奈、彷徨、不知所措。他们俩那时候是要选择彻底分开了，离婚了彻底分开了。OK， 彻底分开了。然后就看着他的背影，看背影拿着行李走，也没有回头，我妈妈还在哭，然后我们3个就站在中间，门关了，然后看着妈妈，都不知道怎么办，我从那一刻开始。我就会跟自己说，以后我要么不结婚了，要么就结了婚就不离婚。结了婚我就不会让那个女人那么痛苦，这样子抱着马桶。我妈妈那时候抱着马桶在哭，不会让我的老婆这样子。所以我一直都没有跟倩倩，就是我们谈恋爱很久啊。我知道谈了很长时间，而且你张卫健结了3次婚，和做了3次，这完都是跟同一个女人，对吧？故事挺好的。这个我好搞笑。这个结3次婚呢，是第一次结婚，因为我一直在犹豫，拖拉拉犹豫，对，一直犹豫，到底要不要娶回家？是不是就是他呢？对，我不确定，我不知道。然后呢，他一直有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30岁之前嫁出去啊。嫁出去。对呀。然后呢，我记得就是我决定要求婚的那天晚上，距离他30岁大概还有2个月左右。OK， 其实你还在记在心里的。应该是了吧？应该是了，不然的话，真的在他超过30岁之后，我才求婚，才结婚，然后呢，他可能会遗憾一辈子。对呀，那时候你们俩都恋爱都9年了吧？一想到这个点，这个对的，砰就起来啊，对的，对了，砰就跪下。这求婚了，这30岁前求婚了啊，然后呢，就在他30岁之前就回到他的老家领证了。对呀，好了，第2次结婚呢，就是告诉大家公布于众嘛，公布于众，请亲朋好友。对。然后那时候呢，他是当菲律宾当旅游大使。对对对，那个时候。然后呢，就顺便就在菲律宾办婚礼了。对呀，对，那个就是第2次了。然后第3次呢，就回到香港呢，再办一次。对。妈妈对这个儿媳妇怎么样？什么感觉？很喜欢，是吧？很喜欢。妈妈以前那几个女方，妈妈也见过，应该都见过。那妈妈有说吗？这个是儿媳妇是吧？她不表达的。她因为她原来有那么一个痛苦的经历的时候，她在你的婚姻上不做任何表态，是吧？她从来都不会催我们结婚，几兄弟结婚。你是在家排行老几？我老大。老大下边呢？2个弟弟。哦，妈妈好辛苦哦。然后对，2个弟弟有1个不在了。然后就那2个弟弟有个弟弟是那个事情是对你伤害也很大，太突然了。很突然哈。那么年轻嘛。对呀。那然后那发生的时候，我跟芊芊在泰国。然后我的那个应急的那个反应就马上上来了。对。第一个反应就是妈妈怎么办？妈妈什么反应？对。怎么样处理？怎么样面对妈妈？那血压方面，你告诉我，如果超过多少是有问题的？对。等等了哈，做好这些准备。那但是开口是怎么开口呢？怎么说这些？然后我就回到香港，然后就先跟我最小的弟弟商量，谁开口？那肯定是大哥开口，肯定是你开口呀。然后大家商量，长兄为父。对呀，长兄为父啊，对呀。那得要是我开口，好吧，那我开口，因为我半夜才到家，妈妈已经休息了。好，约好早上10点钟，10点钟，确保他那些血压药、什么糖尿药都吃好了。10点钟我准时到。哇，我那个按门铃，那一瞬间哈，我从来没试过那么害怕。好难，对，能想象到，因为你不知道妈妈听到是什么反应。对，芊芊就说，到时候你最好就拉着妈妈到她的床上。在他的房间里面跟他说这件事情，他更加有安全感。然后跟他说了，然后我说他现在在一个可能比我们更好的地方，他没有烦恼，没有痛苦，好，也不会生病，他马上明白，以后我们还会再见的。很 smart， 非常好的方式。然后我妈就明白了，她就说 ：“OK， 知道了。”然后大家沉默了一下下，然后她说：“那现在怎么样？”既然她带出下一步该怎么样，就好办了，就好多了。对，然后她很冷静。然后我看做母亲特别奇特，她都知道。是 The mother know everything， 是这句话，真是这样。一切过去了，安顿好了，几个礼拜之后，这时候需要有人陪着他，那个是他自己的时间。这个就是我想说的了，静姐。我最小的弟弟就打电话给我，就说：“我想跟你商量，我觉得不
对，他那时候还是坚强 holding。他为什么会那么冷静？对，越冷静越对，一直下来真的那么冷静，也不正常。是不是不正常啊？是不是要看着点？然后反而我很放心，以我对母亲的了解，我觉得没事，没事。她真的是冷静，她真的是能接受，没事，相信我，没事。那就到现在没事哈，没事，很坚强的女性，她很强，很坚强，很坚强。所以这种坚强也从生活历练，从父亲离开你们4个人，把你们3个交给他走那一瞬间，这女人已经很坚强。这是生活给的，是母亲还是很伟大的，母亲还是很伟大的。盘古初开，日月无光的时候，我已经天下无敌。拼是我的命运，赢是我的道理，我就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他办市场、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杀！以下是我的故事。我一步就能登天，站在最高点，别的一见听不见，也视而不见。我一手就能遮天，我所向无前。赛车高高在上，懂得大便小便。我攀得高是看得远，天算地算不如我心算。长处太长，短处太短，天高山高高不够我手段。人攀得高时摔得痛，所谓雨来之前先刮风。骂人懵懂，只是你不懂，怕只怕最后还是一场空。让我分清红皂白，天才或庸才。别要耍赖，别胡来，把灵魂出卖。心里有大惊小怪，变成大反派。迎风正吹过来，快快觉悟过来，来来。我一步就能登天，站在最高点，别的意见听不见，也视而不见。我一手就能遮天，我所向无前。才是高高在上，懂得大便小便。错错错，每个人都错，没有人认错。呐呐呐呐呐呐呐，嘿嘿嘿，我只靠只有我。你再说一遍。我只靠只有我。再说一遍。我只靠只有我。谁又能怪我闯了祸？摔得痛，所谓朝来寒雨晚来风，风流云散，无地自容，不如一世独立马上红。人劳劳碌碌一世福，糊涂涂满足一知足，能屈能伸无名小卒，心在此时明变俗。让我分清红皂白，天才或庸才。别又耍赖，别胡来，把灵魂出卖。心里有大惊小怪，变成大反派。迎风正吹过来，快快觉悟过来。让我分清红皂白，天才或庸才。别又耍赖，别胡来，把灵魂
出卖。我心里有大惊小怪，变成大反派。一风正吹过来，快快觉悟过来，来来。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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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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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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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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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掌声送给张卫健、韩宇。拼了，太拼了，太不容易了，也56，是吧？邓亚萍老师，哇，太震撼了，太震撼了！一开始出来以后，没想到是个孙悟空。然后刚才那样一扔，那个你后边的那个斗篷吧，哇，太帅了！你那一开始那个形象让我想起你演很多的电影，尤其是整个这个节目这个节奏，然后这种舞蹈，您不是跳舞的，拍戏比较多。哇，关键是在整个21位追光者当中啊，除了振宇大哥以后，他是第2年龄大的。看不出来，真的看不出来。魏健，你刚才完全像个30多岁的人。对，张卫健老今年50多了，56了。哇 ，respect， 为我们老人组争光。当我们聊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原来我比他妈妈大1岁。真的，比我妈妈还大1岁。因为我是没有想到，就是张卫健大哥他是从来没有学过街舞，但是我印象当中他演孙悟空的那个状态是，耶，我是炸，然后可以突然就唰啊，哎呦，但是那是20年前的事情呀。我想说的就是，因为这首歌呢是我曾经演过的一个戏《齐天大圣孙悟空》的主题曲，然后可以在这个舞台上面，我再一次戴上孙悟空的头套，站上孙悟空的猴毛，我自己有很多感触，有很多感觉。我想，当年我演的孙悟空精力充沛，今天，我希望我还有这个能力，还有这个体力，还有这一份斗志，去把孙悟空的精神继续下去。我想带出一个讯息，无论是年轻的10几岁、20几岁，我希望他们自己想，如果到张卫健那个年纪，如果我可以好像他那样，也不错误。有没有复杂一点的？韩宇，你记得完全不要理我，完全不要管我，是张卫健。你心里面真的要想着，你比我高很多很多，我很难做到。张卫健老师他的身份是在不断的转换，这次认识他之后，他会让我韩宇就是以后遇到任何你觉得你现在坚持不下来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他会给你动力，所以我是真的打心里真的很佩服。午夜途上西楼，月
血如沟，寂寞如同深渊所千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也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师傅，我们可以开始了。来，剪不断，剪不断，理还乱，理还乱，是离愁，是离愁，也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哦，好啊，好啊，好啊，没有破坏原曲哎。对，张卫健大哥的每一组的节目都有他自己的风格，很棒，是吧？对，很棒。京剧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高级的表演啊！我一看到卫健哥的妆容打扮是京剧的打扮，我真的有点很惊喜。京剧不掺假呀，常说京剧里边啊，这个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他们其实，在短时间内能做到那个样子，就已经让我觉得很钦佩、刮目相看了。追光者们，为自己拉拉票吧！在拉票之前，希望各位现场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们的今天舞台上真正的角儿小朋友豆豆师傅，给他鼓励掌声。哎，豆豆师傅，不如以后您就叫我们京剧，我们拜您为师，好不好？好，那就徒儿拜见师傅。乖了，乖了，乖了，乖了。好，谢谢师傅。那要不您帮我们拉票了，好不好？好，好，你不用怕啊，站在这里，站在这里啊。各位哥哥、各位姐姐，请给我的徒儿们神圣的一票吧！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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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好，够了，再谢就多了哈，师傅，多了。我想问一下呢，张卫健老师，在您的演艺生涯里面有没有过被传承的往事？哎，我人生中啊，可能你们都没有听过，我人生中的第一部古装戏，第一天开工，第一个镜头，然后到了那边，导演就说：“来，张卫健演一遍来看看。”我演完之后，导演就马上发火：“你干嘛？你干嘛？张卫健，你干嘛？现在让你演一个小子，不是让你演一个小生啊！从头到尾你手都在后面，你干嘛呢？小生跟小子有什么分别？我完全不知道，那我应该干嘛呀？”然后我旁边就有一位男1号，然后他就说：“啊，导演先别发火哈，来，你过来，那你这样子嘛，你是一个小子嘛，对吗？你就应该活泼一点嘛。3、2、1，你就过来跟我说2句话，大哥什么，然后呢就绕到我旁边再说一句，然后呢就再到这边蹲下来撩这个草地，然后拔一根草，含着这根草再回来再跟我说，你说大哥，我说的对不对呢？”然后我马上就明白怎么演了。之后整部戏每一场戏，他都会演一遍给我看，让我在他的基础上面再去自己发挥。所以他绝对是我人生中第一部古装戏的救命恩人。我们可不可以了解一下这个男1号是谁呢？他是应该可以说是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很多人都喜欢他的他叫刘德华。
唉，你唔好揾佢兩個啦，佢兩個黐線㗎，周圍捉人做徒弟㗎。哎呀，哥哥仔，哎呀，我就係想揾佢收我做徒弟啊。他后来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兴趣签给我？”那我说这个问题还用考虑吗？马上签。然后呢？然后我就帮他拍了一部戏，大家都认识的，叫《齐天大圣孙悟空》。我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跳拜时的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然后呢？然后我跟他合作唱了一首歌叫《高高在下》。哦。让我分清红皂白，天才或庸才，别要耍赖，别胡来，把灵魂出卖。我心里有带金小怪，变成大反派。迎风正吹过来，快快却不过来。然后呢？然后我就在追光吧跟韩宇再唱一次《高高在下》，把刘德华传给我的传承精神传给了韩宇。再然后呢？然后没有然后，然后应该是金星给我们。我觉得他们的形式找得特别的准确，最大的问题是对钟伟的设计是不对的，他应该从后边整个在流动当中唱这首就好看，因为所有的历史全在舞台上呈现，像雕塑一样。他像个说书人，他像个时间的见证器。你不应该像一个盗贼一样在上面站着。哎呦！但是整个表演最惊喜的是谁呢？是韩宇和刘野，因为京剧是需要功夫的。韩宇、刘野，我不知道这背后要付出多少的努力。其实我觉得武生，跟我们跳舞曲一样的，都得练功。因为当时老师就教了我一个叫山膀。然后我就说老师，我们一般跳舞我们也练啊，就练臂力，就举在那儿。然后他说好，你把这个手虎口打开，往里面压，然后全往里面压，还不能伸直，还得要往里面压，不能泄这个气，就不动，丁字步，比直的。他说我们一般5分钟起定，然后我定了45秒的时候，我记得我说老师，我说可以放下来吗？他说你再来一会儿。好，然后还有像云手接山膀。对，我们现场也有一位有舞蹈基础的人，要不您教教金晨老师，学两山膀，人家是舞蹈演员，对，古典舞里面也有，人家古典舞的这都会的。剑指，他手必须要是翘起来，不是这样子，不是卸力的，必须要翘起来。他手也都是必须要翘起来，手指都要用力。然后剑指你可以是看一下，然后，哎呀，岔不开裙子。没事，站着写给我6、7、8。这得这样。哇，这个是必须要这哇，这是山膀。这叫手眼身法步，手眼手眼身法步2项。我觉得我们已经以我们最大的力量把这首歌呈现得最好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比分能不能保留着第一，就真的很难说。